荷姆兹海峡，哦，这是大家现在最担心的了，哦，因为呢，大概全世界的原油哈，有20%到30%都从那个海峡出来，哦，那说一打仗以后呢，油价飙了13%，冲到$82，哦，美国原油哈，那我看布兰特原油，北海布兰特呢，说到82，那现在查是79.78，稍微掉一点下来哈。说如果这样搞下去，就看多久了。如果只是短期的话也就算了，如果一直搞下去就讨厌了哦。他们最坏可能会看到100或$120哈。你看这个荷姆兹海峡，哦，你看这些红点，都是这些船现在都静止不动，都不敢动啊，动外变成目标哦，几百艘的船都静止在这个地方。那它旁边的另外的24海里以上的经济海域，也几十公里以外，也停了几百艘，都不动，也不敢进港，也不敢出，都在水面等，静观其变，看到底会怎样哦。特别是天然气船 LNG 的船哦，卡达是仅次于美国最大的全世界的 LNG 的供应国，也是我们台湾最大的进口来源。现在我们台湾的天然气有1/4从卡达来的，哦，所以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我们的冬天天然气只能存10天了，夏天只能存7天了。另外价格会不会这个上涨哦？所以担心它的价格会飙涨。亚洲 LNG 的现货可能飙涨130%哦，就涨了啊，涨很多了哈。那现在荷姆兹海峡形同关闭了，虽然他们用飞弹打，但是怕，所以呢，有大陆学者说，全国的能源结构可能会重组哈。所以呢，如果他们打3个月的话，如果打10天就算了嘛，如果打3个月，油价就可能会破$100了。哦，央行这个利息也可能会上升哦。那另外呢，这个卓荣泰召集4个部会，经济部啊等等4个部会，说能源如果变动怎么办？物价要怎么稳定？哦，赶快来因应哈。航空业大乱，好几千个航班都被取消，你看密密麻麻在领空上，3大枢纽机场被严重打击哦，所以很多航空公司，就是台湾到欧洲几乎都要在杜拜那边停，都在杜拜那边转机，这下惨了啊、哦！那另外呢，说有一个要不要逃伊朗，如果要订一个飞机，机票要2540万，是什么钱呢、哦？是可以买一套套房，我想这是他很紧急的状况了啊、哦！你要包个机，当然是很贵嘛啊、哦。那另外呢，北京表态说呢，他们可以帮他们的这个大陆人撤离中东，台湾人如果有台胞证也可以哦。然后呢，我们的政府就说不要去撤侨，不要去参加大陆，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外管这个地方等等等等哈、哦。那黄国昌也说，人身安全最重要嘛。哦，你撤不撤侨还是要看人身到底安不安全。我们看一下。Oil shipments also disrupted. This tanker was struck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悬挂帛琉国旗的邮轮天光号在荷姆兹海峡附近遭到攻击。路透报道，当天已经有至少3艘邮轮在附近海域被袭击。And we've actually heard of an attack on a cargo ship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off the coast of Oman, the Skylight, where Omani officials say they evacuated all 20 members of the crew, 4 of them being injured. 荷姆兹海峡交通受到严重阻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警告，海峡已经不再安全，多艘船舶及邮轮相继停止通行，形同关闭。全球有大约1/5的石油会经由荷姆兹海峡运输。从国际船舶追踪平台画面看，波斯湾内滞留大量船只，粗估有150艘原油和天然气船停靠在卡达和伊拉克沿岸。香港货船业者评估，如果荷姆兹海峡持续封鎖，將帶動油價和物價上漲。加上關稅等嘅衝擊，預計所有船公司嘅運費同保險成本都會調高，令到一啲由海外運過嚟嘅衫同日用品都可能會加價。邮轮被迫空船停航或繞道，如果繞道好望角，運輸時間會增加大約2到3星期。有國際分析師預測，在中東戰爭影響下，油價可能從每桶$80攀升到$100。中東8大產油國3月2號宣布，將會在4月增產，抑制油價。廖委，你对这个撤侨怎么看？现在我查了啦哈，这个外交部的相关单位说，到现在为止，到我早上问的为止，没有人跟我们的办事处
这个 ask for help 要求，没有，就是说台湾人好像很神勇，他自己想办法，不需要我们也办事处来帮忙。那我们因为主要是北京那边，北京政府讲了，说这个来我们要撤侨，中国大陆的你有这个护照 plus 台胞证，这时候就左龙他就很紧张了，说这个时候你还搞统战，不要搞统战。我觉得民进党政府为什么时时刻刻都想到都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个时候人命关天吧，人命最重要嘛。谁能够帮助我们的台湾人？如果真的在那里困在那里，帮他来讲，更何况说他有台胞证证明是台湾人。请问现在台湾人去大陆是不是拿着台胞证？都是拿台胞证啊。那这个绿营的政治人物，多少政治人物也去过中国大陆，也是拿台胞证啊。他们去拿台胞证，现在说有台胞证，大陆要帮你忙，我们总是不可以。没啥哩，没啥哩，我跟你这个我所了解的，在约旦啊，在什么安曼什么的，我们很多地方我们都有办事处。问题就是我所了解的，我听到的是这样子，就是人家打去我们办事处就说这个东西你直接跟航空公司联络，直接跟航空公司联络，就这样子，这差别就很大了哈。所以我觉得人命关天，逃命重要。这个时候你还在搞意识形态，还要说哎呦这样的话接受统战，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啊？人家要逃命嘛。另外我要回过来提一个东西，就是刚才那个讲说那个荷姆斯海峡如果被封锁的话，现在已经封锁了嘛，对不对？台湾的天然气，从那里从卡达来。对不对？占了多少1/4以上？那你刚刚讲10天，有人讲11天了。不管10天，不管11天来讲，对台湾的经济绝对影响非常大的。我们的油的成本一定大幅提高。那中油的话，我们说油价还是有一定的公式可以来处理。那电价呢？电价有一个审议委员会，这个时候我是觉得政府真的应该要认真去思考。今天早上是行政院的院长召集的经济财政啊，什么国合会几个4大的财经的首长去开会，主要我认为就是开这个会，就是如果油价持续上涨，怎么样平稳物价？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毕竟油价一定影响电价，电价一定影响民生。我们现在天然气进口卡达25%，澳大利亚38%最多了，美国10%。目前是情况这样子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当然现在因为没有地面的战争嘛，只是炸一下你逃也不知道逃哪里去了那如果真的发生像这种重大的灾难，当然像我们外管能够求助最好嘛，能够帮忙当然最好。那如果说不行，或是地点啊，或是这个动员能力啊，就算是大陆外管要帮助，有什么不行呢？拿个台胞证，他愿意，他怎么样？这个时候逃命最重要嘛。保命最重要，这是你去计较那些干嘛？他也不会因为他撤了，他就变成大陆人，就不变成台湾人了，也不可能嘛。真的是这样啊。那医生怎么看？关于撤侨这个问题，真的是赖清德总统跟卓荣泰院长要审慎因应的。因为当然，对于我们的国人来说，如果因为民进党大搞意识形态，造成我们国人呢有任何的伤亡或是逃不出来的话，我认为呢，这个就是赖政府还有卓院长他们要扛起责任的。那当然呢，大家看到这个国际的油价或者这个全球石油可能会断裂，大家也可以回想到说，之前这个美国已经先对委内瑞拉下手了委内瑞拉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石油，所以等于说现在其实美国自己可能也没在怕，但是呢，受害的就是我们其他这一些非常要仰赖石油跟天然气进口的国家。那你看到民进党现在的执政底下，其实我们超过90%以上的能源都还是非常非常仰赖进口，我们没有办法使用自主能源，包含像核能这样子的一个新式的一些能源。所以你看到现在呢，包含像民进党呢，也对是不是要使用核能，它开始悄悄的转弯了，它开始呢要希望把自己的这个反核、非核来把它下架。但是呢，现在大家要面临的这种是不是国家会完全瘫痪，或是停电，或是民生相关的一些生存问题，大家还是要审慎因应。但我觉得最可悲的就是你看到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他们面对石油不够了，他们可以去抢，他们可以去要。但是呢，当这个美国要我们的晶片的时候呢，我们的民进党政府，我们的赖清德政府却是双手奉上，然后民进党的委员呢还会就说，我们最先进技能都还留在台湾，可是殊不知呢，我们大量的晶片，我们大量的晶片的上下的供应生产链都已经悄悄移到了美国了。
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个民众党的立法委员不分区李珍秀到现在还在炒他的新闻哈，因为到立法院报到，立法院叫你填，你到底是中华民国国籍还是双重国籍，他就勾了一个中华民国国籍。好，那现在民进党就说了，这叫做死公务员登载不实哦，乱写啊。那吴思瑶说这是诈骗，而且公然漠视法治哦。为什么不勾？你是双重国籍啊，你怎么中华民国籍呢？哦，黄国昌说啊，我们的宪法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啊，你怎么勾呢？是啊，是啊，是啊，对不对？哦，所以呢，他当然不会勾双重国籍啊。哦，那另外呢，香港媒体说刘世芳的外甥在大陆赚红钱，但是不许民众交流。其实在大陆赚大陆的钱很多嘛，台商不都赚钱吗？啊，问题是不要有双标了啊，就不要哦对台商就很严格，然后呢对自己的亲戚啊就无所谓啊。那另外呢，这个外甥呢也曾经捐20万给新潮流系，哦，然后呢也捐了10万块给刘世芳，然后捐了这个陈贤卫3万。捐了这个戴伟山7万，说加起来20万了哈，这些都新潮流的，给这些人有捐钱了哈。那另外呢，刘世芳就说，我都按照政治献金法有申报了，我又不是偷偷摸摸，我申报了，那又怎样？看一下。李珍秀又被平面媒体爆料，当初签给立院的切结书，他勾选的是中华民国籍，而不是双重国籍，恐怕触犯公务员登载不实罪。这里面是不是有造成让公务人员登载不实？我想这是未来在这些事实逐一呈现之后呢，由相关机关去论处。因为他切结书是付给立法院，并不是付给我，所以我们也不是很确定。就照依法办理，就依照国际法20条。致电李珍秀暂无回应，但他早就说过自己有依法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立院人士也解释，若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也没有抵触我国宪法。对于法律人来讲，特别是这个样子，在目前中华民国的宪政秩序下面，在法律上，我们根本就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想这是在法律上面，中华民国宪法目前所规范的宪政架构。李珍秀的参政权到底适用哪条法律？朝野各说各话。嘉宇，有双重国籍就是不能担任我们的公职哦，又更何况是立法委员，因为李珍秀他是史上第一个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那同时又有中华民国国籍这样争议来担任立法委员，所以我相信对内政部对于所有的相关行政单位都是特别谨慎的在看待跟处理。那当然这样子的处理方式也会成为一个案例，所以当然需要朝野双方好好的就这个事情如何能够去克服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不管是李珍秀到底有没有意愿要放弃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或者是他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放弃，有没有真的放弃，这些都需要赶快的去厘清来去证明他的身份。这个我相信这个未来不管在法令上，在相关的行政事务上都会形成一个案例大家如何去面对。那你说这个刘世芳的侄子其实他侄子是在2019年刘世芳选举的时候，那时候捐了大概10万块，那捐给其他的议员候选人大概是7万块左右。但是他在2023年才开始被公司派去中国去大概2年的时间，也去了十几次那才升任总经理等等的这些职位，所以这中间是有时间落差。更何况昨天谢金河还讲说，他任职的这家公司当初的股价是80几块，现在只剩10几块所以去中国非但没有赚钱，反而还是大赔特赔。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中国特别把这件事情拿来报道，然后透过央视可以说是棒子打小蚊子啦，大家会觉得说你这个杀鸡焉用牛刀，更何况是这对台湾民众来讲，两岸的交流互动本来就是很平常，而且这些所谓政治现金的捐款都是有法律的依据，也都是依法来申报。你特别把这件事情拿来讲，更让大家觉得你小鼻子小眼睛，连这种事情都要拿来说嘴，那其他更严重的事情对中国来讲又算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中国就是找不到理由，今天要打刘世芳，就拿一个侄子的捐款，然后来这个做文章。可是对于所有台湾人民来讲，如果两岸的互动是好的，如果中国对台湾是有善意的，有很多的层面可以去展现，那你用这种方式来去针对一个就是
刘世芳的侄子、外甥等等的这些哦，大家会觉得说有点是太过斤斤计较，而且太拘泥这些小事情，代表说中国好像找不到其他的东西可以打一样。李珍秀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民进党闹到今天真的莫名其妙，完全鬼打墙。因为就实质的法律面、宪法来讲，确实啊，我们中华民国宪法在民进党已经执政了这么多年，死命的也不敢去改宪法条文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一个汉贼不两立的宪法嘛。讲那么白嘛，就是说有中华民国，我们就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你要去承认中华民国，那你就是不能承认中华民国，其实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是在中华民国宪法下，我们的立法委员、民意代表、议员都是在中华民国宪法下大家宣誓就职的。那你怎么可以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呢？那你在勾选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说我有双重国籍呢？这是法律面。那实质面呢？李珍秀有没有办法跑到中国大陆去说我要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呢？他也没有路走啊，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岸的中国大陆的规定是，你要取得外国籍。你提出你取得了一个外国籍，他的外国呢，譬如说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什么，你取得了，然后你再拿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的那个，就是类似我们区公所去办，说那我要放弃国籍，他可以让你放弃国籍，因为他不要他的人民变成无国籍的人民嘛。那一样啊，他跑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的这个办理事务，说，因为我有台湾的身份证，中国大陆一样不承认你中华民国啊，他认为台湾是他的一部分啊，他一样是汉贼不两立啊，那他一样不承认你的时候，他无从放弃呀。那明明知道无从放弃，连陆委会都承认说，他们有告诉内政部说，放弃是没办法的。特别在李珍秀，他没有其他非中华民国国籍以外的另外国籍。可是如果按照国籍法，如果今天李珍秀有韩国籍、有美国籍、有日本籍，他一样不能做立法委员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这样的做法，完完全全既违反宪法，又违反了实质的常理。你不是鬼打墙，你除了为难民众党跟为难李珍秀这个人，你到底达成了什么？所以选民才看得很清楚啊！民进党拼命打李珍秀这个牌，拼命为难他，就使得李珍秀现在变成民众党呢声量最高、形象最好，让大家觉得他最有正当性的政治人物嘛。民进党简直莫名其妙。那一真。刚刚钟嘉宾委员说呢，这个李珍秀恐犯了刑法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哇，现在民进党这个标签贴了可多了。除了呢最喜欢的这个所谓什么中共同路人啊，现在呢不管是哪一个委员哪一个议员，或者反正是蓝营或是白营的政治人物，就贴一个你们这样做不管是你申报助理费或者什么样的事情，你只要贴一个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万用标签，刑法规定。但你看到现在民进党政府赖清德政府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所谓的精神分裂。中选会发证，然后这个经过了中选会一定的一个资格审核，然后也合法了当选，合法的宣誓。那接下来呢，内政部跟陆委会就跑出来去否定李珍秀相关的这个职务的认定。所以现在你赖清德政府可不可以里面谈好一点，谈好说到底是怎么样呢？再来告诉我们平民老百姓，就说李珍秀到底具不具有立法委员的参政权？不要说你互相的这个部会打架，然后接下来呢就来霸凌陆配，来霸凌民意代表。从历任总统以来到蔡英文，其实呢都是依法治国的，但现在呢，民进党却认为说，李珍秀这样子呢，是所谓什么外国人啊、双重国籍啊。如果真的是这样认为的话呢，请民进党去勇敢的提修宪，不要自己行政机关在那边互打，在那边矛盾。更好笑的是，赖清德总统之前呢，在这个台商的春节酒会，他说：“我们现在不讲中国，要讲这个中国大陆。那现在呢，我们要讲维持现状。我也要呼吁赖清德总统呢，你不要只在台商的场合这样讲，你要到任何的场合都这样讲。你不要绿营的同温层、绿营的内部，你就讲中国，然后到了这个台商，然后到了其他的场合，你就说你要讲中国大陆。欢迎你真心的全面回归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个陆委会、主委、副主委等相关的长官亲口跟我讲，
亲口，他说按照规定，陆配可以参选，可以当选，然后呢，要不要就任？内政部讲话，他切开这两个切开，那不要忘了，中选会是给他一个当选证书哦。奇怪，我要参选，我当选了，然后你说我不能做，内政部用国基法什么意思？就是两国论啊，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外国，就当作外国，所以这时候你就双重国籍。那刚才永平提得非常清楚嘛，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很清楚，中华民国的领土包括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两个地区这都是我们的彼此主权互相不承认嘛，治权互相尊重，互相承认治权，就这个样子。目前现况这个样子，所以他李生秀的情况，他根本就没有国籍可以放弃。你叫他怎么去放弃？他要放弃什么？因为目前的宪法，根据宪法，他不需要放弃他就是中华民国的国籍，中华民国包括中国大陆地区，就是这样子。你说这个太荒谬了，这跟现实不符，那是另外一件事。那除非你修宪，在没有修宪之前就是这样子。更何况赖清德不是只有在这个台上的酒会里面讲说中国大陆不是他多次讲捍卫中华民国，捍卫中华民国，而且他提到强调依中华民国宪法，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维护国家主权跟民主制度，这是赖清德讲了 N 次。那中华民国宪法里面就写得这么清楚，我们的区域包括台湾地区、大陆地区，就这样子。那你叫他去放弃，他就有那个地方的，你怎么放弃？那就是你就是刘世芳为什么猛打？因为刘世芳就是赖清德的嫡系，他就讨好赖清德，就这样一打的话，就真正的落实两国论，落实真正的台独，就变这个样子。老实说，某种程度，他这个做法是打脸赖清德赖清德说要捍卫中华民国，下面请你说捍卫中华民国，那不是打脸他们吗？中华民国宪法都在下。基本上我们两岸的政策到现在为止还是双方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不承认我们不认为大陆是他的，他是把我们偷去的。但是呢，事实上他这边管理所以呢，虽然不承认主权，但是也不否认，并没有承认不否认你在那边可以治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那就是大家双方各退一步，然后打个模糊仗，中间呢有一点模糊就是这样那你两岸那你怎么办呢？那否则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需要再回来。李志川到底什么时候辞职？说蒋万安批了他的辞呈。李志川原来说希望做到2月底，但蒋万安给他批到3月10号，做到3月10号，一直把社子岛开发案都委会开完，因为社子岛就讲了很久开发都开发不了所以呢叫李志川把这个开发案讨论完毕那记者就问蒋万安说是不是传出3月10号？蒋万安说：“你们的眼神看起来很炙热，都很想知道，但是不全然是为了我，当然了，是为了李四川的，当然是问李四川嘛。那另外呢，黄国昌说川博是有始有终的人，为什么？因为做一天和尚赚一天钟对不对？把手上的案子这个做到最后嘛。那黄国昌现在要办一个 K 歌比赛，年满60岁就可以打报名专线，然后呢，他们有这个最佳金赏奖、最佳甜赏奖，新北各区都产生歌王歌后。为什么呢？说因为要抢这个年纪大的人票，因为民众呢年轻支持的比较多，但挂号年纪支持是不够的而且现在人口年轻人越来越少所以呢还需要年纪大人的票那另外呢，像美国最有名的地方就是拉斯维加斯，因为它在内华达州沙漠。所以呢，不会下雪，一般来说又热，所以呢，老人有时候腰酸背痛关节炎都喜欢坐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场多嘛。
赌场都是不以吃饭为目的啊，也赚钱的，是以赌博为目的啊。所以吃饭以前是几块钱的，现在当然比较贵了。我记得很早以前5块钱一颗自助餐，好得不得了，什么都随便你吃。然后呢，到时候无聊还会去打吃饺子老虎啊，所以老人很喜欢去。到最后变成什么样状况？拉斯维加斯市议会全部是老人。所以这老人在制定更多的适当性法规，都是提升老人福利，就更多老人搬进去。拉斯维加斯非常有名，所以呢，台湾将来会变成这样，你少子化，现在怎么办呢？哦，那年纪大活得越长怎么办呢？啊，郝龙斌在的时候，全台湾2000个100岁以上的人，台北市1000个，占一半。哦，那郝龙斌那时候不知道啊，他到了一个100岁人瑞家去庆贺，就发觉子孙100-200个。他太好了，跟民政局长说，那每一家我们都去看看啊。他们说市长不可能，台北市有1000个，你怎么每家都去呢？现在全台湾有多少，你知道吗？现在台湾有5-6千个100岁以上，台北市也占一半，台北市差不多2-3千，所以寿命越来越长，寿命越来越长啊，这好事啦，活得健康，寿命长当然是好嘛，好吧？蓝白会前会今天他们上午国民党在跟民主党在开会，现在要讨论共同政见，还有合作机制啊，要怎么办啊？那民众党说尊重李四川哦，但是有3个合作的这个原则，第一个要提出共同政见，换句话说，民众党都希望说，就算我不选，我的政见你可以放到你的政见里面。哦，第二个，不过我是只要好政见，其实谁的政见都可以啊，好的政见都，甚至对手政见都可以啊。民进党好的政见也可以，那为什么不能？第二个阶段，政党合作协议啊，要写下来哦。那第3个呢，这个才会进入全民调。选出最强团队，说只要大家前面都讲好了，后面谁出来都一样了，反正共同政见嘛啊、哦。那另外呢，上礼拜我们看了一个民调了，奇怪的民调，民进党说是民进党，他外面说是民进党做的，然后那天吴峥在这边，吴峥说民进党没做这个民调，这也许是某个人自己做的。对他们说是读者提供的，不，某个人做了以后呢，读者提供给 ET Today。ET Today 也说明这是读者提供，就是说这不是民进党提供的，是读者提供。那读者这个民进党来呢？说是民进党内部，但是民进党发言人这边说不是民进党做的，是不知道谁做的啊。反正这个民调呢，就说呢苏巧慧赢了李四川，哦，那民进党议员呢林扁佑就不意外啊，因为呢苏巧慧都在跑基层啊，李四川还没有，李四川现在没有办法跑，因为他现在还是台北市副市长。3月10号以后，哦，那到11月其实还有很多时间了哈，还有8个月时间，其实是够的哈。那另外呢，苏巧慧说他现在勤跑基层。而且猛烈的猛提愿景，希望能够争取认同。我们看一下。巴黎污水处理厂正式移交给新北市，双北市长出席见证，致辞都提起他的名字。我要特别感谢今天不在场、不鞠躬的李四川副市长，他率领我们市府工程的局处一起努力。李四川副市长也是从这里公务局局长出去的，大家都沟通无碍，我们就是一家人嘛。接棒不会有空窗期，但民进党要选新北市长的立委苏巧慧不但同场，也很积极。各党各个候选人都有自己的节奏，那我们都尊重。我自己的话呢，就是继续行走基层。眼看绿营跑在前，传出台北市长蒋万安已经批准副市长李四川的辞呈，日期就压在3月10号，因为3月9号要开社子岛都委会，还有重要市政要交接。今天来到新北巴黎，我感觉到你们看我的眼神非常炙热，但都不全是为了我。是否有任何人事的异动，确定我都会跟大家做报告。我们都会一起协力以赴并肩作战，希望市政能够延续下去。先不论李四川做到哪一天，2026双北势必还有很多合作机会，政策议题连线。其实先讲说李四川没有在跑，这个我想这只是宣传的用语啦。李四川住在新北市，而且他跑的行程，有些行程我就知道，因为有些像有一个土地公庙，那个主委其实他是住在台北市，然后呢，他是在板桥的一个土地公庙当这个主委，是，他就是透过我请李四川副市长去参加，那他也去参加了，所以其实他在台北市很多的活动他都有参加，只是说他不会去刻意的去强调这样。不过我先讲，就是说，这次的这个初选哈，就国民党要处理这个初选啊，其实弄得不是什么太高明的。我对党中央坦白讲，我不是很爽的。
但是呢，新北市就是一个让人家觉得让国民党这一阵子气氛比较低迷的那种支持者来讲的话，他会心里觉得比较好过。你看侯友宜风度非常好，刘荷兰的风度非常好，李四川的风度当然也很好，他们不用党中央商审，他们这就搞定了。刘荷兰就推了他要支持这个李四川然后民众党这个黄国昌呢也表现得非常有风度他认为说如果我最后民调输给李四川，那我愿意加入他的团队嘛。这个就是说这个民主政治有时候就是一个风度比风度而已啦。这就说大家风度非常，侯友宜风度好，刘荷兰风度好，李四川的风度好，然后黄国昌的风度非常好。这个就是说谁选赢好像不是很重要了，而是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民主的一种真正的典范，民主的真正一种精神，而不是那种斗争假的民调也丢出来了，然后造一大堆的谣言啦，然后现在有 AI 了，更适合你去制造一些假的图像啦，不是这个样子嘛。那李四川，我是对于他来讲，我觉得，因为我们大家都有朋友，台北市跟新北市连在一起，我有些朋友他也不是国民党人，主要是中间人士但是我问的人，几乎他们都是觉得李四川是一个当市长的非常好的人选，因为他以前在新北市当过副市长，在高雄市当副市长，你有没有听到对他有任何一个负面？我觉得我是真的没有听过，除了有党派的立场故意说的以外，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做事就是就事论事，他是个非常缺乏这种一般的政治人物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而当时柯文哲为什么可以选得上，在台北市可以选上这个市长？我讲第一次，第二次我是认为他是走了国史院了。第一次为什么会选上？因为他不像传统的政治人物，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表现非常坦荡。事实上他应该是没那么坦荡了可是他就让人家觉得很不错嘛，对不对？就是没有那种政治人物的让人家不喜欢的那个味道嘛。我觉得李四川是从头到尾到现在，你看他就是一个说实话做实事，然后呢脚踏实地，很像一个戴着工程帽的，天天在工地建工的那个很认真的那样的公务员嘛。其实我跟你讲，现在台湾人是对这样的是比较喜欢的，对那种政客讲个天花乱坠，然后呢这个有时候讲一些阿谀当道的话，讲到人家都没有办法听。我跟你讲，那个是政治人物给人家非常不好的印象。我觉得李四川是国民党一个清流，也是台湾社会政界的一道清流。那一阵。苏巧慧上个礼拜的个民调呢，其实就是民进党阵营的一套组合拳，先出了一个假民调，然后大家都觉得是笑话，然后民进党的议员民代呢在就是说我们现在终于赢过了李四川。但说实在的，就我在新北的了解呢，其实民进党的小鸡都非常非常有声音，因为现在苏巧慧呢身为这个新北市长的参选人，他到哪里呢都要求我们这些民进党的小鸡都要众星拱月，所以反而有议员觉得说又不是你只有市长要选，我们议员也要选啊，怎么好像都是要我们去捧你，那我们自己的角色在哪里呢？另外我也听到有民进党的现任议员直接跟我们讲说苏巧慧选不上了，所以呢拜托川博以后要多帮忙。这是什么意思？连民进党的议员自己都在看衰苏巧慧，因为苏巧慧呢说实在他真的在选了大概1-2年，从新北党部主委再到推波助澜这个大罢免，到现在已经征召民调说起不来就是起不来，所以只好弄一个假民调。数据呢读者提供，经费民进党执行民进党。今天早上这个场合呢是在这个新北巴黎的这个污水厂，就长期以来呢是由这个台北市政府来执行，然后但是地点是在我们新北市。其实2个市长，包含蒋万安市长再到这个侯友宜市长，讲话都非常非常有趣。说实在的，李四川是没有在现场的他有一些公务，但是呢第一个蒋万安市长呢就特别谢谢李四川副市长的努力。那侯友宜呢也接着蒋万安市长就说这个李四川当过我们的公务局长，当过副市长，交接没有问题。后面呢还有一句话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早接晚接都要接。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意在言外，讲说早接班晚接班迟早都要接班。那现在苏巧慧的打法呢，除了就是弄一个假民调之外，他今天早上呢他的策略也是
黏喉打穿，他不停的呢就是蹭在这个侯友宜的旁边，那么一直跟他讲话，或是呢这个苏巧慧呢去出席这个侯友宜的这个里长座谈呢，也一旦要讲话呢，他也是大赞这个侯友宜，就说哎侯友宜做得很好啊，哦我接棒的话会怎么样，但是呢都白费了。像今天早上这个双北的这么重大的场合呢，没来的李四川存在感最强。刚刚这个医生刚刚提到巴黎的污水处理厂，高启伟算回应，那我在环保署长之后做的，那是把台北市的这个污水用这个在巴黎那边处理以后，排放到这个离岸边6.6公里的外海，在外海去排放啊，这样的话对基隆河、淡水河都能够整治嘛，对新北、台北都好哈。那个施工过程背极辛难，为什么？因为台湾海峡那个地方每年的海象能够施工时间很短，对，夏天有台风，冬天有东北季风，所以呢一定要把握时间，要这个很快的把那个管布好。6.6公里是很长的管啊，想起那段过程是非常辛苦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高雄。酒驾的人要退选，民进党人就说了，这叫黄真麟，高雄市议员拟参选人。那为什么台北市酒驾不用退选呢？这不是双标吗？台北怎样比较能够容忍酒驾？我们高雄就不能忍酒驾？为什么呢？就说是不是因为新潮流派系就不需要退选？因为呢，台北有个叫徐清煌，好像也曾经被抓到酒驾，那为什么他不用退选呢？那这个徐清煌就说：“我那10几年以前干的事啊，对不对？那我这多年已经投入公益活动了，我已经弥补我的过错了，而且我也协助弱势学童啊，还在成立一个叫做运动好事协会啊等等所以难道都不行，不能原谅我吗？那高雄说，那我也可以做好事啊，那为什么你可以我不能呢？好吧，这个我们看今天台北市的北市市议员初选。3月9号到3月15号1个礼拜，第6选区大安文山，现任加新人6抢4，竞争很激烈那民进党跟国民党不一样的，国民党是以现任优先，所以只有新人要出选，民进党是管你现任这个新人通通下来给我选，所以你看大安文山王炳胜是现任嘛，简书为现任，陈胜文应该是现任，不是陈胜文不是现任，反正这2个现任嘛。那这4个新的要一起下来，6个抢4个，所以旧的虽然有基础，压力也蛮大的了好，那么王世坚他没有被征询要不要选台北市，王世坚不要征询我干嘛？我也没有选啊。赖清德找最强的去谈啊，不会找我啊，我不是最强的而且我认为呢，这个高教也不错啦。但是呢，我认为呢，郑丽君更好啊，是最好的人选啊。我过去这几个月就也推荐了，因为王世坚推荐6个人了不过他现在说郑丽君那王世坚说他不选，郑丽君又劝不出来，所以呢，国民党的党部主委、台北市议长、台北市主委戴喜清说，最后恐怕是卓荣泰御驾亲征，行政院出来选台北市长了，有可能吗？我们看一下。延续我们家一直以来守护台湾、为了这片土地努力的精神。招来爷爷奶奶打出亲情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拟参选人刘品馨周末造势拼选情。立委林淑英在台上唱跳带动气氛，游园会大阵仗出动，国安会副秘书长赵怡翔跟行政院副秘书长阮昭雄也现身力挺。新人都不可以乐观，因为你是新人，过去完全没有选举的基础纵使再多人支持看好，民调没有先排之前，没有人知道。提醒新人别松懈，民进党北市议员初选竞争激烈，台北大安区现任议员加上拟参选人出现6抢4局面，但其中代表新系的徐新煌却卷入争议。有看你的，很厉害。合体立委沈伯洋扫街拼曝光度，徐新煌却被绿营人士批评，2015年酒驾肇事，还因此辞去柯文哲的北市廉政委员会。
如果过去有一些什么样的被社会上无法接受的记录，比如说像是酒驾，又或者是其他的状况，我相信民进党的中选会或中执会应该会做出一些判断。对比同党的高雄市议员参选人黄真麟遭起底酒驾，上至党主席赖清德，下到高雄市长陈其迈都说酒驾零容忍，黄真麟只好退选止血。绿营人士质疑同套标准，为何徐新煌不用退选，才说酒驾零容忍的王一川还可以帮他扫街？民进党一直以来都用最严格的标准来审视自己，所以我想党中央会做出最明确的选择。民进党台北市3月9号到15号进行初选民调作业，倒数时刻，烟硝味也越来越浓。来，这个嘉瑜怎么看民进党的初选？民进党初选每次都竞争非常的激烈，不管是市长或是议员，那尤其是这一次人才辈出哦，戴安文山大家可以看到，刚刚讲6个这个人要抢4个位置，而且戴安文山过去大家也认为对民进党来讲没有这么好选，可是还是人才济济哦，大家都抢着想要参加初选。那民进党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好的传统，就是现任跟新人都要一起初选，所以很多人想说啊，你现任不用初选，其实不是哦，现任有时候会被新人击倒哦，因为大家想说啊，现任比较稳，所以都在民调电话支持新人。那国民党的传统是现任保障，所以几乎现任是可以不用初选的。好，所以呢，在松山信义国民党这次就是6个新人要抢2个位置哦，所以也是竞争超激烈。那民进党是6个现任加新人，在戴安文山要抢4个位置哦，所以就看到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风声啊等等哦。那黄真麟在这个高雄确实也是因为酒驾大家引起争议，他后来是自己退选。那徐清煌这个案子是2015年到现在哦，那当然他自己也说他有做公益啊，这中间也隔了很多年。那我们民进党其实中执会也会针对这个候选人的资格去做审理哦，如果认为资格有问题，当然也不会让他参选。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最后还是交由民调来决定。那至于台北市长的人选，真的已经讨论太多次了，但是 hold 住顶 am day 大家真的不用心急了，因为呢最优秀的人选、最强的人选即将就要出来了，那大家就拭目以待。至少听说是3月底之前可能就会有一个结果。那无论是郑丽君或是卓荣泰，我相信都是中央级的优秀的人选。那郑丽君的优点就是她的个人的形象啊，包括对中间选民等等，她是有号召力的，所以连这个戴喜清都认为说郑丽君对蒋万安是有威胁性的。那只是郑丽君个人的意愿没有这么强。那至于卓荣泰，那他对于绿营支持者的巩固的吸票能力，当然也是不容小觑，所以都非常的优秀，但一定还有更优秀的人，大家就等着看。你是一定确定不会选台北市长？我要选内湖南港市议员，再拜托大家。我觉得那个川普关税官司输了以后虽然他用什么打伊朗转移焦点啦，又在威胁他，又要援引不同的法案，另外征税等等的。可是我觉得关税这个议题基本上从其他很多国家的角度来讲，可能已经翻篇了啦。大家现在只在考虑要不要赔偿啊，以及之前谈定的协议要不要认账而已。那因为这种情势发展呢，导致郑丽君这个副院长变得没什么角色了。他虽然一直在那边强调说我很爱做公务员啊，我干嘛？可是他这个赖清德上任以来，他几乎最赋予的唯一使命就是赶快去把那个关税谈判弄好。然后他唯一的能见度也就是这个关税。那当这个关税呢，反正不管怎么样发展，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了以后，我觉得除非是赖清德真的要把卓荣泰拉下来，由郑丽君上去阻隔，否则的话，我觉得郑丽君别无选择他一定会被他们压迫来选台北市长。那现在本来年前我还认为说卓荣泰换下来，可能也不失为一个朝野僵局解套的一个方式。可是现在看起来是赖清德自己在解这个套对不对？包含愿意去立法院接对啦，报告不能叫询答，我看来一直想不出来那个名词，就是说他不能够去询答，但是他就是去报告，那他也愿意去啦。然后呢，一些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也算是释出善意了，就1.25兆军事特别预算也愿意付委啦，所以这个压力对卓荣泰来讲变小了。变小了的之后，他又没有改组的压力，因为阁揆下来是全部的那个
阁员又要再重新洗牌一次。那如果以民进党不想动的话，我还是觉得郑丽君终究会被逼来选台北市长。戴委员，我还是认为是卓荣泰的，即便你刚刚讲说那些顺了，就刚好下台阶嘛。你看就告一段落，这个也复委了，那个也审了，这样子关税也谈了，也开始审了，所以他可以就换一个角度，就换一个战场吧。他也做了差不多2年了吧，对不对？5月20号，2年前的5月20号做了快2年的时间不能讲不短，也不长了，算长的行政院长。虽然这里面不要忘了，他公开讲哦。他说在立法院他很痛苦哦，他觉得是卡来卡去，然后现在又来一个不附属。我觉得就他个人来讲，如果能够转战要台北市长，对他来讲应该是不错的。来，余光中，你来讲啊，民进党为什么久推不出人来，就是因为选不上啊。你面对蒋万安，你说哪一个人有把握说他可以选得上？如果要知道。